睡前听完一本书，今天我们读《人性的枷锁》，你有没有过那种感觉，仿佛人生就是一副无形的枷锁，紧紧束缚着你的脚步，让你一次次在追求自由中跌倒，却又忍不住爬起来继续前行。这本书就像一面镜子，映照出我们每个人内心的挣扎、欲望和解脱之路。它讲述了一个男人从童年的阴影到中年释然的旅程，主题直指人性的枷锁，那些源于爱、野心、命运的羁绊，让我们反思活着的意义究竟是什么？这部小说的作者是威廉·萨默塞特·毛姆，一个出生在19世纪末的英国作家。他的童年并不幸福，早年父母双亡，在舅舅的冷漠家庭中长大，还因为一次意外而跛脚，这让他从小就体会到身体缺陷带来的自卑和孤独。你可以想象一个敏感的男孩在寄宿学校里被同学们嘲笑那种刺痛的滋味。毛姆后来学医，当过间谍，甚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担任过救护车司机，这些经历让他见识了人性的多面，从贫民窟的苦难到上流社会的虚伪。他写《人性的枷锁》时已经40多岁。这本书很大程度上是他的自传，动机很简单，他想通过这个故事剖析自己的人生枷锁，也帮助读者审视自己的。你有没有发现，许多伟大的作家都是用笔尖划破自己的伤疤来治愈他人的？故事从一个寒冷的冬夜开始，想象一下伦敦的街头，雪花纷飞，一个9岁的男孩菲利普·凯里正蜷缩在母亲的病床边，母亲临终前的目光，那种温柔却又无力的注视，仿佛在说，孩子你要坚强，但命运从不怜悯弱者。母亲走了，父亲早已亡故，菲利普成了孤儿，被送到舅舅家。那舅舅是个古板的牧师，家里弥漫着陈旧的书卷气和冷冰冰的宗教教条。菲利普天生跛脚，一条腿短了些，走路总是一瘸一拐的。你可能也想过，如果自己从小就带着这样的缺陷，会不会像他一样在学校里成为众矢之的？那些同学的嘲笑像尖刀一样刺进他的心，他祈祷上帝治愈他的脚，却只换来更深的失望。终于他逃离了学校，去德国海德堡学习。那里的自由空气让他第一次感受到生命的脉动，他结识了朋友，讨论哲学、艺术。你知道那种青春的激情吗？仿佛世界突然打开了一扇门，但枷锁总在不经意间收紧。菲利普回到伦敦，舅舅给他一笔遗产，他决定去巴黎追逐艺术梦。巴黎的街头，咖啡馆里飘着烟草味，艺术家们高谈阔论，他画画饿肚子，却发现自己并无天赋。那种挫败感，你有没有体会过？像是一场漫长的雨，淋湿了所有的希望。他灰头土脸地返回伦敦，改学医。在医学院，他遇到了各种各样的人，贫民窟的病患，脸上刻满苦难的皱纹，还有那些医生冷漠地解剖尸体。仿佛生命只是个标本，但真正的枷锁是爱情。他爱上了米尔德利德，一个茶馆女侍应生。她浅薄、自私，长着一张苍白的脸和绿色的眼睛，却让菲利普着了魔。你有没有爱过那样一个人，明知道他不值得，却像飞蛾扑火？米尔德利德一次次背叛他，先是跟别人私奔，生了孩子，又回来索要钱财。菲利普为他倾家荡产，甚至差点自杀。那段日子，他走在伦敦的雾气中，街灯昏黄，雨水打在脸上，混着泪水。他失业了，流浪街头，捡别人扔的烟头抽，饥饿像野兽一样啃噬他的身体。你可以感受到那种绝望吗？仿佛整个世界都崩塌了，只剩下一具空壳。转折来的突然，却又那么自然。菲利普在乡下遇到萨莉，一个农家女孩，单纯而温暖。他们在阳光普照的田野里散步，风吹过麦浪，带来一丝解脱的味道。他终于放下对米尔德利德的执着，接受了平凡的生活。故事就这样层层展开，从童年的阴影到青春的迷茫，再到中年的领悟。菲利普的每一步都像我们的人生，充满冲突。身体的缺陷让他自卑，艺术的失败让他迷失，爱情的枷锁让他痛苦。但也正是这些转折，让他慢慢挣脱。你有没有发现，生活总在低谷后悄然递来一线光？现在让我们停下来，深呼吸一下，走进书中那个最触动人心的时刻。那是菲利普在经历了米尔德利德的背叛后彻底崩溃的夜晚。想象一下，伦敦的贫民窟狭窄的房间里，煤气灯摇曳着昏黄的光芒，墙上斑驳的影子像鬼魅般舞动。菲利普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米尔德利德的孩子，
那个他一度当成自己的婴儿，就在旁边哭泣，那哭声尖锐而无助，刺穿了他的灵魂。他曾为这个女人放弃一切，学业、金钱、尊严。可现在他又一次离去，留下他和这个无辜的孩子。饥饿折磨着他，口袋里只剩几个便士。他甚至想过结束一切。门外是瓢泼大雨，雨水顺着窗户淌下，像眼泪一样。你可以感受到那种绝望的重量吗？它压得他喘不过气，仿佛人生的所有枷锁在这一刻同时收紧。童年的孤单，身体的缺陷，爱情的幻灭，全都涌上心头。他哭了，不是抽泣，而是那种无声的从心底涌出的泪水，停顿在这里。你有没有想过，自己的人生中也曾有过这样的高潮？那种感觉一切都完了，却又在黑暗中隐隐看到一丝曙光。菲利普最终把孩子送走，独自面对虚空。但正是这个低谷，让他开始反思，枷锁是别人加的还是自己套上的。从菲利普的故事中，我们能看到人性的枷锁其实是我们自己铸就的。命运给了他跛脚的身体，但真正的束缚是他对完美的执着。你可能也想过，为什么我们总在追求那些遥不可及的东西，艺术、爱情、自由，仿佛抓住了就能幸福。可毛姆通过菲利普告诉我们，这些欲望往往是枷锁的源头。米尔德利德的爱情像一条毒蛇，缠绕着他，让他一次次坠落。但在苦难中，他领悟到活着的价值不在于征服命运，而在于接受它。想想那些关键词：生与死、命运、苦难、希望、人性、荒谬、意义、爱与责任，对抗命运。菲利普的生命像一出荒谬的戏剧，他对抗命运，却发现真正的自由是在平凡中找到意义。你有没有发现，许多时候我们的苦难源于对爱的误解？菲利普对米尔德利德的痴迷不是爱，而是枷锁。直到遇见萨利，那份平静的责任才是真正的解脱。金句在这里，人生的枷锁不是外在的枷铐，而是内心的执念。挣脱它需要勇气，也需要释然。从绝望到领悟，再到释然，这就是情绪的层次。毛姆用细腻的笔触描绘出人性的多面，我们是脆弱的，却也坚韧；是自私的，却能学会宽容。最终，菲利普选择当医生，过普通的生活，那不是妥协，而是智慧。他明白，生命的意义不在轰轰烈烈，而在日常的点滴中寻找平衡。你可以想象，夕阳下，他和萨利手牵手，孩子在身边嬉戏，那种宁静是对所有苦难的回应。哲理升华到这里，对抗命运不是硬碰硬，而是顺势而为。活着的价值是在枷锁中舞出自己的节奏。听完这个故事，你或许会觉得菲利普的生命就像我们每个人的缩影，在枷锁中挣扎，却最终找到属于自己的解脱之路。睡前回想一下那些雪夜的孤独，灯光下的泪水，琴声般的内心独白。虽然书中没有琴，但那心跳的节奏像琴弦般紧绷，都提醒我们，人性虽有枷锁，但希望永存。谢谢你今晚陪伴我读人性的枷锁，愿你也能在人生中轻轻卸下那些无形的负担。现在我想问你，如果你的人生是一副枷锁，你会选择如何挣脱它？